不走高速就还能看到这些风景。大家好，我是镜子姐。在把小娃送到学校安顿好后，9月下旬，我们终于开启了空巢后的第一游。法国南部普罗旺斯、蔚蓝海岸以及意大利边境小城的自驾游。其实去哪儿是随机的，当时查机票，9月下旬多伦多到巴黎的机票很便宜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在旅行途中出了各种小意外，伴随意外的并不都是惊吓，更多的是惊喜、美好以及温暖，以及对法国人认知的彻底颠覆。源于各种新闻以及影视作品，相信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对法国人有着差不多的印象，那就是他们冷漠、自傲，即便会说英语，也不愿意说，更不会主动帮助别人。我的家人知道我要去法国后，一直提醒我们要小心，说法国到处都是小偷抢劫。刚好新闻里又报道了华人在巴黎被打劫的新闻消息。老实说，我心里也有一点惴惴不安。但是当我真正踏上法国之后，我的经历却完全不同。从下飞机那一刻起，一路上我们就接连遇到主动伸出援手的法国人。更有一次，如果不是当地人的热情帮助，因为意外开了4个小时环山公路的我们，可能真的就要露宿街头了。在面对鸡同鸭讲的尴尬局面，他们的执着其实让我和老公都有些 shock。这一切都让我彻底颠覆了对法国人的偏见。所以我想把这些小故事专门记录下来，作为南法游记的第一步。我们的计划是从巴黎乘高铁到阿巴尼昂，再租车，所以我们在机场乘继火车 RERB， 要转1次火车才能到高铁站坐高铁。实际上，戴高乐机场里也有高铁站，但班次和时间对我们不合适。戴高乐机场虽然比较老旧，但标识还是非常清楚，除了法语、英文，还有中文。然而，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，该蒙圈还是会蒙圈的，尤其是2个有时差、正在多伦多半夜时间状态的人。面对买火车票的机器，我们正准备研究如何切换成英文时，过来一个穿黑色西装制服的黑人小哥，我立刻警惕起来。因为攻略说了，尤其要防范当你买票凑过来假意帮助的人。不过看到小哥除了制服还带着工作人员名牌，就稍微放松了一下。当他问清我们要去哪里以后，立刻噼里啪啦的就操作了一番。等我们看清价格无误，用手机付了款后，票打印出来以后，人家就去帮助下一个乘客去了。如果说这就是他的职责所在，没有什么特别称赞的话，那么从下一刻起，我们就开始了不断被打脸但却很开心的旅程。下到 RERB 站台，因为不确定我们要坐的是不是正确的方向，尤其中间还要换1次车，我就用 Bonjour 开场打断了旁边2个正在聊天的法国小姐姐。他们不但告诉我们在哪里下车，换哪趟车，在我们疑问为什么 Google Map 告诉我们应该换 RERD 而不是他们说的 RERA 时，小姐姐连忙拿出手机查询，告诉我们这个时候这样走更快，并让我安装了当地交通的软件，帮我设置成英文后手把手教我如何使用。设定到达地点后，但实时建议如何乘车，还可以自己跟踪有多少站，和 Google Map 类似，但在巴黎用更方便，并可以直接在上面买票。城际火车加上中转，差不多1个小时才能到达高铁站。郊外的巴黎在雨中显得很是普通，上来的各色人也越来越多。顺利到达下车后，我们又懵了，因为这就是高铁站的名字，但都是 RER 线路以及地铁线路的标识，就看不到高铁 TGV 的指示。正好碰到警察，就问 TGV， 警察困惑了一下后似乎明白过来，
告诉我们要往上走。但是上去以后，我们还是不知道 TGV 怎么走。问了2个路人，都不明白 TGV 为何物。后来才发现，法国人的 TGV 的 V 字发音不同。转了2圈，没有线索，又不敢出站，正准备看看墙上的大地图有没有线索，一个中年法国大叔走过来，用不太流利的英文问我们是不是需要帮助，因为他看到我们在看地图。大叔指引我们再上一层，并告诉我们高铁有2个大厅，我们要去的是第2个大厅，这2个厅是一左一右，不要弄错了。谢过大叔后，上去果然看到了高铁迹象的通道，也明白了这一站相当于多伦多的 Union Station。这时时间还很充裕，因为 ChatGPT 说高铁站里有很多卖 SIM card 的，我就想着买张 SIM card， 就问了一个路边的保安，他给我指了大概的方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拖着行李的法国白人小哥过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吗？他说他要坐的高铁还早，可以帮我们翻译。于是他就带着我们去了瑞类一个连锁杂货店，第1家没有，他又带着我们去了第2家。第1个店员说没有 SIM card， 第2个店员说有，再帮我们问清价格、计划以及 coverage。我们决定买后，小哥才离开。后来在等车大厅里又看到小哥，他问我们是否试过没有问题，并告诉我们一般大概开车前20分钟屏幕才会显示在哪里上车。小哥是要去瑞士，并告诫我们阿文尼亚和尼斯小偷比较多。我说我还以为巴黎最多呢。小哥不置可否，说一般都是在游客多的地方。在此次旅行的第3天，我们取消了本来要去圣十字湖和瓷器小镇的计划。在参观完前一天因暴雨而没去成的红土城后，我们就直接开往未来海岸，在安蒂布小城附近订了一家 Airbnb。因为绕回红土城的原因，所以即便印象里开车只需要2.5小时， GPS 显示要4个小时时，我们也没有太在意。然而越开我越觉得奇怪，问老公为什么总是这种80公里没有隔离带的路呢？法国的高速去哪儿了？老公后来说他的 GPS 设置除了 Avoid Toll 没别的呀。然后我们突然惊喜，法国的高速是要收费的吧？问了 ChatGPT， 果然如此。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在多伦多我们只有1条收费高速，一般没必要我们都不会去。而上次去葡萄牙，人家的高速全部免费，所以根本没有这根弦。等到反应过来，我们已经在蜿蜒的环山公路上，如果重新上到高速，花的时间比继续走下去还要长。终于我们在暮色降临时来到了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。马上就要到 Airbnb 的地址时，一不小心拐错了路口，赶紧紧急拐进旁边的 Burger King。 就在我们准备从 Burger King 的出口出去时， GPS 竟然说到了目的地了。老公一番折腾， GPS 终于显示就在马路对面不远处。然而到了目的地，周边的确是居民区，却不是房东给我们发的图片里的环境。那是一个封闭的小区，我们需要在门口的钥匙箱里拿着钥匙才能开大门，把车开进去。然而没有图片里可以开进去的大门。我们所在的地方的左侧是旁边居民楼的地下车库，右边是一个酒店，后面是一排栅栏，却不是我们要找的。老公赶紧和不住在这里的房东用软件联系，而我赶紧下车，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帮忙的人。夜色下迎面过来一个老大爷，他看到我后非常热情，他不懂英语，我把手机里的地址给他看后，他鸡同鸭讲地对我反复比划，大概意思就是走路过去很近，但开车要这样绕那样绕，要反反复复的绕。这样反反复复说了很多遍，我们俩都还是不能知道到底怎么走。这时我们的动静惊动了2楼一群在阳台乘凉的人们，他们和老大爷打着招呼，然后也视同鸡同鸭讲帮助我们。这时老公说房东给他确认了地址，还说按这个地址都没有问题。老公觉得他可能刚才输入地址时用的是简写，于是我们决定再试试。
然后转了一大圈后，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楼上的人们看到我们又回来后，就都下来了，有小孩，有大人。看到我们照片里的钥匙盒和绿色栅栏，他们明白过来我们要找 Airbnb 的钥匙盒，领着老公走到后面的绿色栅栏旁，的确有4个，但并不是我们要找的地方。大家七嘴八舌，再次看了房东给我们的大门照片后，又鸡同鸭讲了半天，终于明白他们决定派一个人开车带我们。这时下来一位穿着米白色麻布长裙，手里拿着一根烟的大姐。看到她的样子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俄罗斯大婶，而不是电影里的优雅的法国淑女。也上了车后，还 struggle 了一番，因为我们的车是自动挡的。夜色下，大姐嘴里嘀咕道：“她这样走是取巧，否则要耽误很多时间才能到。”这是经常不灵的 ChatGPT 语音翻译断断续续给我翻译到了，然后七拐八拐就到了一个大门口。大姐下来帮助我们找到了钥匙，确认大门打开后可以把车开进去以后，我们决定送大姐回去再回来。到了老地方，一群人还在那里，我在想应该如何感谢呢？这时看着大姐说了一段很长的话，我阴暗的心里就开始作祟，想着大姐是不是希望我们付点辛苦费。就在这时，经常掉链子的 ChatGPT 又开始翻译了，大意就是大姐祝我们好好休息，好好 enjoy vacation。这一刻我真的要泪目了，除了不断的说 merci 外，只能给大姐一个大大的拥抱。老公深深的鞠躬表示感激，我们向楼上欢呼的人们挥手，大声的 merci。这一刻起，我们没有再感到疲累，感受到的是如火的热情以及心灵的震撼。这次旅行彻底颠覆了我对法国人的偏见，冷漠、自私、不屑讲英语。至少我遇到的法国人都是真诚、热情，愿意伸出援手的。旅行让我明白，偏见往往只是道听途说，而真实的人情温度需要亲身去感受。法国人不但不是电影、电视里那样的冷漠傲慢，他们真的是热情善良。有人也有过这样的印象吗？欢迎在评论区里分享您的经历。下一期我会带你们走进南法的老城与美食。谢谢观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